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死了吗？这是哪儿？又来了。又来了。民国，你没事太好了。这夏锦为了个野男人，居然连装死都用上。瞧他的死人装，我都要长针眼了。这燕州也是倒霉，居然摊上夏锦这么个玩意儿。谁说不是呢？督军沈燕州，这不是我最喜欢的那本民国小说里的男主吗？书里的沈燕州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西城督军，骁勇善战，年轻有为，而且还俊美无双。那可是我做梦都想见到的男人。没想到我居然穿成了沈燕州的妻子。那个见贼眼开、尖酸刻薄，要跟沈燕州离婚的恶毒女配。沈燕州，老娘要跟你离婚！这夏锦一惊一乍在那干嘛呢？他不会是疯了吧？还要说嘛，这是怕燕州回来教育，故意在这装疯卖傻。这两个想必就是沈燕州父亲娶的姨太太了，整天在府里挑拨离间，处处针对原主。我不发火，还真当我是你捏的了。看我今天怎么教训！上来的！上来的！所有闲杂人等，速速离场！老师，他就是少帅沈燕州。宽肩窄腰大长腿，这也太帅了吧！他是我最喜欢的小说男主。夫人，少帅朝您走过来了。沈燕州，二位姨娘怎么也在这儿？燕州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看看这个夏锦，昨天晚上又跑出去跟野男人私奔，搞得人尽皆知。张副官，少帅，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这夏锦呢，跟野男人私奔不成就搞出了一场装死大事，怕您先回来装了。我什么时候装死了？二姨太还真是张嘴就来呀！这整个西城谁不知道昨天晚上你被抓了现行，一时情急掉进水里淹死，这灵堂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就活了过来。你这不是装死，难不成是诈尸啊？就是。燕州，这个女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还赶紧把她休了。没错没错。够了！我夫人怎么样，还轮不到两位姨太之。张副官，把两位姨太送回父亲的祠堂，跪等3天3夜，好好祭奠祭奠。带走。是。燕州，不愧是我喜欢的男人，是非分明。夏姐，你不用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。离婚的事，我同意。离婚？沈燕州，离婚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。白纸黑字，是你亲口说的离婚。这该死的人生，放着这么顶天立地、帅气逼人的少帅不要，居然跟一个不要脸的花花公子纠缠不清。换成是我，跟沈燕州的孩子，说不定都已经不敢见人了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我们离。不，离什么婚？我不离。沈燕州，我承认之前是我眼瞎，但现在我只想跟你好好过日子。
你又想闹什么？算了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已经不想再跟你纠缠了。第2份离婚协议书，我会让张副官在下周前准备好。都怪元神太作死，沈彦舟已经不相信我了。不过，第2份离婚协议要下周才能准备好，我可以在这之前拿下沈彦舟。沈彦舟这么好的男人，咬定是吧，宁夏？夫人，您要不要先洗把脸？您现在的样子有点吓人。我听说表小姐今天要过来，她可是一直对少帅虎视眈眈。表哥，表哥，洛诗晴，你来干什么？表哥，我听说是夏瑾装死，把你从前线骗了回来，特意来看看你，你没事吧？洛诗晴，她就是宁夏口中的表小姐，一直觊觎沈彦舟的那个女人。不要整天听风就是雨。张副官，跟我进书房一趟，我有公务要交代。是。表哥，夏姐，我说你也真是的，我表哥上阵杀敌，危险重重，你就这么贸然把他叫回来，万一耽搁战事可怎么办？你和那个小白脸私奔的事儿我也听说了，既然你做出这种事情，就赶紧跟我表哥离婚，这样对你对他都好，不是吗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个洛诗晴不是来关心沈彦舟的，而是来撺掇我们俩离婚，好自己上路，看我怎么收拾这个白莲花。既然你做出这种事情，就赶紧跟我表哥离婚，这样对你对他都好。洛小姐，人家都是宁拆一座庙，不毁装婚，你却撺掇我们家夫人跟少帅离婚，你还有没有道德啊？你懂什么？我这都是为了他好啊。夏瑾，趁我表哥还没有彻底厌弃你，你现在离开还能保留一点尊严。什么时候表亲也能算是一家人了？洛小姐，你要是着急登堂入室，那你让少帅娶你做姨太太好了。以后你见了我，只需要磕个头，叫声姐姐就好。夏姐，你有什么好嚣张的？你不过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思想迂腐的封建老女人。轮船你坐过吗？几百米高的大本钟你听说过吗？英格力士你听过吗？你全身上下有哪一点能配得上我表哥？你笑什么笑？我笑你留洋3年就学会了崇洋媚外，还将军的女儿呢。你这种人就算上了战场也是看着。夏姐，你居然敢侮辱我的人格！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你这种人也有资格配枪？没想到吧，我爸是大帅麾下的将军，曾立下战功无数，现在又是我表哥的得力部下，我的身份不是你这种无知的蠢货能比的。洛小姐，开枪是需要先上膛的。夏姐，你干什么？这可是枪，是可以用来杀人的，不是你随意玩弄的玩具。我开始摸枪的时候，你还在过家家呢。你一个山寨妇人，上哪儿去玩弄枪？哼，我明白了，装腔作势是吧？居然敢拿枪指着我，你会开枪吗？你知道怎么瞄准吗？你知道子弹是从哪儿飞出来的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害怕了？露馅了？哈哈，我就知道你一个大字不识的蠢货，平时连见这种机会都没有，怎么会有本事开枪呢？你不是要杀我吗？来呀，朝我这心口开一枪啊！来呀，你开枪啊！你开枪啊！表哥，我也不知道我说错什么话，惹夏瑾不高兴了。他这么对我，他一上来就咄咄逼人，说我是汉奸，还要开枪杀了我。洛诗晴，颠倒是非黑白，你是真有一套啊！他的伤是你打的，是我打的，但绝对不是他说的那样。沈彦舟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你这个表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
表面上一副大公无私、关心你的样子，实际上他想撺掇我们离婚，好登堂入室。不用说了，陆世清，我和夏姐还没离婚呢，她现在就是整个少帅府的女主，你不请自来还惹她不快，就活该被她教训。至于她打伤你，她手里的枪是你，若不是你先惹她，她哪有什么理由打伤你？我最讨厌心思不纯的人，你以后不要再来少帅府。表哥，滚出去！夏姐，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，表哥才会这么对我。你给我等着！我还以为你不会信我。我分得清是非对错，更何况你是少帅夫人，是整个少帅府的门面，我自然。我不管，在我眼里就是偏袒我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拿下沈燕州。大红唇，鬼腮红，这什么鬼造型啊！宁夏，我刚刚就是顶着这副鬼样子在跟沈燕州说话。是的，夫人。就凭我现在这副鬼样子，怎么拿下沈燕州啊？没关系，等我把妆卸了，今晚就拿下沈燕州。可是夫人，少帅一般都在别院的卧房休息。那我就躲在他的卧室里，给他个惊喜。他望着夜色幕一深，独守等着一扇门。他回眸月色落满身，在大功告成。一颦一笑，一句话，此生。少帅，您回来了。沈燕州回来了。我要沐浴，没先下去了。沈燕州的胸肌、腹肌好绝呀！脱光了，而且他好像朝这边走过来了。反正他也是我丈夫，只是看一眼没什么吧。谁？夏姐。夏姐。这么晚了来这干什么？睡觉呀，这不是我们的房间吗？你以前可从来不来这里。很久没有见过她这样正常打扮的样子了，居然意外的好看。你看我做什么呀？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？你怎么突然开始收拾自己了？我当然是为了配得上你啊，沈燕州。我知道我以前的样子很糟糕，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做好这个少帅夫人的。知道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有点公务要处理。怎么还突然害羞了？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，让我在明亮一次照亮。张副官，来这里干什么？报少帅，我来给您送请柬。是骆将军派人送来的，说他明日举办了演武大会，请您前往坐镇。演武大会，我记得书里提到过，这场演武大会是骆诗晴的父亲举办的，表面上是为了什么鼓舞前线士气，实际就是为了替骆诗晴拉拢沈燕州。知道了，明天会过去。哎，等等，你明天要参加演武大会，我也要去。演武大会刀剑无眼，太危险了。我能保护自己。之前他从来不愿意去这种场合，现在却主动要求去，难道是在为离婚做打算？想去便去吧。哎，奇怪，沈燕州怎么还突然不高兴了？玉清，这次演武大会，我特意邀请少帅过来坐镇，你可千万不能给我惹出什么事。
放心吧，爸，我这次一定拿下各项比赛第1名，让表哥对我刮目相看。到时候再随便吹一吹耳边风，我表哥一定会把夏锦这个贱人赶出少帅府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少帅应该马上到。快看，大帅的车来了！恭喜赢大队！恭喜赢大队！恭喜赢大队！表哥，这位就是少帅夫人吧？哎，看看，这就是少帅夫人，一看就是留过洋回来的，这气场和魄力不一般呢。他们这是把我认成表哥的夫人了。原来做少帅夫人的感觉这么爽！只要表哥今天不拆穿我，以后整个西城的人都会把我当成少帅夫人。谁说她是少帅夫人了？这位才是我的夫人，夏锦。夏锦，你怎么会来？你故意躲在车上看我笑话？明明是你冒名顶替我这个少帅夫人，怎么现在还倒打一耙了？什么少帅夫人，你也配？这整个西城谁不知道你什么德行？就你这种人，根本就不配做少帅夫人。只有像我这种留过洋、见多识广、枪法高超的人，才配得上我表哥啊！就是怎么了？不服气啊？要不然我们比试一场。看见校场那个射击靶了吗？50米的靶子，我可以让你射，免得呀，你说我欺负你。你俩跟我比打枪？好啊！你真要跟他比试射击？对呀，少帅，你信我吗？演武大会开始吧。是。我宣布，演武大会正式开始。夏锦，待会儿我一定要在打枪比赛上狠狠打你的脸。洛世强，你终于是忍不住了，想在沈彦中面前狠狠打压我。没错，夏锦，如果你还有点自知之明，就自己跟我表哥离婚，然后乖乖收拾东西滚出少帅。说的好像你已经赢了似的。我开始玩枪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。比赛开始！89环，好厉害的枪法！这都打破射击比赛的记录了。除了少帅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人比他更厉害了。徐管事，麻烦给我一个眼罩。你要眼罩做什么？这场比赛我蒙眼射击。夏锦，你这个贱人，还蒙眼射击！哼，我等着看你丢人现眼！单手握枪，这人是来搞笑的吧？连姿势都不对，丢人现眼！脱靶！一枪10环，一枪脱靶。我就说夏锦怎么可能会这么厉害？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脱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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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续脱靶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打枪打得烂成这个样子的。这场比赛胜负已定。起来！起来！第10枪脱靶，少帅夫人最终成绩4环。
我还真以为会有奇迹会发生呢，结果才中了10环，这也太丢人了。少帅夫人最终成绩10环，骆思前最终成绩89环。这场比赛获胜者是诺。且慢，我要求验法。我要求验法。夏姐，比赛结果都已经宣布了，你还在这胡搅蛮缠，有意思吗你？是啊，就算哪枪报错了又能怎样？这已经是9枪脱靶了，再怎么样也比不过罗小姐的89环了。下台！骆小姐，你不敢验是怕输给我吗？我是怕有人输不起，又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。夫人认为这把数有问题。表哥，他就是在这儿哗众取宠，比赛结果都已经宣布了，你可不能偏心他。听说西城有位二爷是出了名的公平公正，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就请二爷来验。是啊，梨园那位二爷最讲究公平公正了，而且在西城的势力那可是不容小觑的。对啊，我听说连少帅都会给他几分薄面。我说夏姐，你在这里丢人现眼还不够，还要把二爷叫过来看看你这副窘态，你这么厚脸皮吗？够了！既然有人对比赛结果有异议，那就请二爷过来。是。我这位夫人似乎真的有点不一般。西城梨园，二爷到。二爷到，二爷好，见过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少帅，好久不见。二爷萧一年，小说里沈彦州的好友，给了他很大助力，室友飞迪。这位就是少帅夫人。嗯，好一个倾国倾城、英姿飒爽的美人。沈州，我还以为你夫人会是个不谙世事的深闺妇人。二爷，我跟少帅夫人比赛射击，但他对比赛结果有异议。听闻二爷公平公正，还请二爷做个决断。好说，来的路上我都打听清楚了。陈管家，你不是带了专业人士吗？请他们上台验靶。是二爷。抬过来。一会儿你这夫人要是输了，可别怨我啊。那可未必。二爷，这靶子后面的铁板会保留弹痕，凡是打上去的子弹都会在上面显现出来。翻过来。拖把就是拖把，谁来验都是一样。夏姐，趁现在认输还不算那么丢脸哦。骆小姐这么要脸，那一会儿输了可别哭唧唧的说我欺负你，到临头了还展嘴硬。我倒要看看今天是谁哭谁笑。陈管事，赶紧验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到底多少环？你倒是说啊！从铁板上的痕迹来看，只有一个弹痕，说明只中了一枪，但这一枪却直接打穿了铁板，这说明……你卖什么关子呀？说明什么？二爷，这说明这个人10枪都打中了同一个地方。少帅夫人的成绩应该是100环。100环？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没想到啊，少帅夫人居然这么厉害！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之前是我错了。漂亮，厉害，太牛了！100环呢！老子长这么大，从来没见过枪法这么厉害的。这绝不可能！夏姐，肯定是你，你使了什么手段？骆之情，你是在质疑二爷，还是在质疑我沈彦州？表哥，好了，骆诗情，闹到现在还不够吗？
来人，小姐送回家。爸，这把枪真不错，手感一绝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您小心点儿，这把枪是少帅的贴身配枪，随少帅征战多年。喜欢吗？当然喜欢，这么好的枪，恐怕世间少有吧。喜欢便送给你。送给我？喜欢便送给你了。送给我？万万不可呀，少帅！这把枪上有您的专属印记标识，是象征您地位的东西，怎么能随便轻易送人呢？那既然这么重要，还是算了吧。送给你的便是你的，以后有人敢欺负你，你只管一枪崩了他。只要我们一天没离婚，你就还是我沈延州的夫人，容不得别人见到。沈延州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送给我，我简直要沦陷了。不过，夫人什么时候学会的打枪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这可怎么解释？谁来救救我？哈哈哈哈！没想到啊，少帅夫人竟有如此身手。二爷，我的救星。夏锦是吧？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今后若有需要帮忙的，只管找我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我夫人用得着你帮忙？现在是你夫人，不代表以后也是。我可听说了，人家之前可是要跟你离婚的。萧一鸣，你信不信我拆了你的梨园？你看你还恼羞成怒了。好了，不开玩笑，今天来是有正事要聊。啊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夏锦，半个月不见，她变得这么漂亮了。夏锦，半个月没见了，想我没？秦浩宇，真是的，居然碰到了和原主纠缠不清的那个花花公子，不行，我得离他远点。夏锦，你往哪儿跑？堂妹，今天演我大会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消消气，你别气坏了身子。你怎么能不生气？夏锦，你个小贱人，你居然害我丢了这么大的脸！好了，消消气。走了。哎，那个不是夏锦吗？哼，好你个夏锦，居然敢背着我表哥跟野男人私会！我现在就去把表哥引过来，当场抓住夏锦偷吃。你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秦浩宇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以前我们是什么关系，从今往后别在我面前碍眼。哟，你现在这个小脾气见长，有你这副模样，少爷我更喜欢了。我警告你，我是少帅夫人，你要是再敢碰我，废了你！哟，你以前不是挺讨厌少帅的，怎么现在转性子了？哦，明白了，你还在为之前那青楼的姑娘的事儿吃醋呢吧？人都什么都没有，最注意的还是你。表哥，我知道你对我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，你就别生我气了。我只是担心那个夏锦会骗你，我才处处针对他的。你难道没有发现他跟之前不一样了吗？什么不一样？他之前经常偷偷出去跟那个秦大少私会，现在又转过头来示好你。这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转了性子？我看他就是装的，说不定他参加这次演武大会，就是为了跟那个野男人私会。洛之晴，我夫人是什么样的人还不需要你来告诉我。再让我听到你污蔑，小心我一念就解。表哥，夏锦，夏锦，你果然在跟野男人私会。
夏锦，你居然敢在我表哥眼皮子底下背着他跟别的男人乱搞！亏我表哥对你那么好，处处维护你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？陆诗琪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还想狡辩？表哥，你现在该相信我说的话了。这个夏锦这几天装得像模像样，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，好出来撕毁他的老情人。夏锦，你真是好重的心机，怪不得那天溺水之后觉得燕州态度大变，原来是早有预谋。夏锦，过来。少帅，我和夏锦是真心相爱的，而且我们早已私定了终身。现在这个时代，一个婚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少帅不如疼疼我。秦浩宇，你给我滚开！哟，这夏锦对秦大少爷还真是用情至深，一刻也不舍得分开呀。表哥，这个夏锦为了秦大少三番两次的跟你闹，现在更是做到了这种地步，你不如干脆成全了他，不然到最后落得成了棒打鸳鸯的恶人。陆诗琪，你给我闭嘴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够了，夏锦，成全你。沈延州，你不信我？张副官，回少帅府。是。沈延州，夏锦呐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少帅他身居高位，对女人向来不在意，你又何必热脸贴冷屁股？这样，你今晚跟我回去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你。秦浩宇，你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要你的命！夏锦，这枪可不能乱动啊！什么情况？秦少好歹是华国银行的少爷，少帅夫人竟敢拿枪指他，这肯定是吓唬人的吧？夏锦，差不多得了，我可不信你敢开枪。秦少现在相信了吗？秦少现在相信了吗？是。秦浩宇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从今往后你再敢纠缠我，我让你有来无回。少帅，少帅，请您相信夫人吧，夫人肯定没有乱来。夫人，沈延州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跟秦浩宇真的没有什么，是他突然上来纠缠我的。夏锦，你不会以为你做这场戏，我表哥就会相信你？你做梦！我长这么大呀，还头一次见到这么不要脸的人，一边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，一边想吊着少帅，活像青楼里急着放有钱人的婊子。你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夏锦，你敢打我？我可是大帅的姨太太！大帅的姨太太又如何？现在西城是少帅的天下，而我是少帅夫人。别说大帅已经过世，就算他在世，我对你也照打不误。这个贱人，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！不许乱欺负夫人！哎呀，你个死丫头，竟然敢推着我，找死！啊！宁夏。夏锦，夏锦！怎么这么多血？我夫人怎么样了？夫人头破受了伤，正在抢救。少帅，少帅你别着急，全西城最优秀的医生都在这儿，夫人会没事的。对。如果出什么问题，让你们所有人给他分散。是。通知大家，让他们给我等着。是。
疏散离了红铜线。夏瑾出事了，说是磕到了头，现在正在医院抢救。我去看看。二爷，少帅大发雷霆，现在正在那守着呢。怎么回事？说是被大帅的那个二姨太给推的，但我估摸着这件事和骆家的骆诗晴脱离不了干系。看来骆家要开始不安分了。继续盯着夏瑾那边，有什么需要的药材，及时送去。二爷，你应该真不会是对少帅的夫人动心了吧？怎么，不行？倒也不是不行，我就是看那少帅对夫人也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，一点情谊也没有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这是在医院。沈燕洲怎么在这儿？他这是守了我一夜。你醒了？怎么样？我去叫医生啊。我没事儿。那我先喂你吃药。哎，慢点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嗯。痛吗？表哥，夏瑾她怎么样了？该死的夏瑾，居然敢让我表哥喂她吃饭！我表哥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这么温柔过。他要没有事儿，你不是很清楚吗？表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专门跑到我面前说夏瑾跟秦昊宇有染，不就是为了看到现在这一幕吗？又是挑拨离间。骆诗晴，我跟沈燕洲还没离婚呢，你这么着急上位，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吧？我没有。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？张副官，把他带到军营刑部，什么时候说实话，什么时候放？不要，表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不是我的主意，是冯婉，是冯婉想要教训夏瑾，故意让我把你引到那儿去的，以免夏瑾跟秦昊宇有染。表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滚开！张副官，把他带回骆家，让舅舅好好给我个交代。是。不要，放开我，表哥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快吓死我了！你要是因为救我而受了伤，我也不活了。我没事的啊，这个小丫头是跟着原生陪嫁过来的，一直对原生忠心耿耿。没想到她今天会站出来舍命维护我。少帅，冯老带着冯婉来了，就在楼下，您看要见一面吗？好啊，那我正好看看这冯老是怎么教育你的。听见了，明白。手下这就把他们带上。妈，我不去给那个夏瑾道歉，咱们好歹也是商量日子，我还是大帅的姨太太，咱们有必要怕那个少帅？鬼货！现在大帅他已经不在了，少帅就是继承的天，他要想弄死咱们，就像噎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你，赶紧给我走！慢点，身体不舒服就说。少帅，这夏瑾看着不是好好的吗？你闭嘴！少帅，我代冯婉前来给少夫人道歉，她是府里的姨太太，反而出言无状的得罪了夫人，还请少帅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你个逆女，还得给那个夫人道歉认错。对不起，我不该一时情急动手打你。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
而是我的丫鬟宁夏。少给一个丫鬟道歉，疯了吧？是他自己冲头个懒狼，摔了是他活该。你，我打你这一巴掌，也是你活该。夏姐，你疯了是吧？你敢动手打我？爸，夏姐她凭什么打我？太欺负人了吧？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够了，你给我闭嘴！夫人，都是我教你无方。夫人，不管你怎样处罚我们冯家，那都是应该的。不过，毕竟此事关乎少帅的威名，还请您自保。冯敬章，你是在威胁我夫人？不，少帅，我哪敢威胁夫人呢？我看你是敢得很，连我的人都敢动。我看啊，西城是容不下你们冯家。少帅，张副官，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在西城任何一个地方看你一个冯家。是，少帅，你想封杀我们冯家？少帅，你开恩呐！少帅，你开恩呐！少帅，开恩呐！听说这个冯家曾与军中有恩，沈延州居然要为了我彻底断了冯家的生路。松哥，是，来人！少帅，你不能来！少帅，冯先生，请吧。少帅。对不起，少帅，对不起，夫人啊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放下来。军中还有点事务，先走了。啊，好。少帅，陆少校回来了，应该马上就到。他回来就回来，还用得着我特意回来见他？好你个沈彦州，兄弟，我在前线替你打仗，居然对我这么薄情寡义。打仗不是你应该做的事吗？欢迎凯旋。我刚回来就听说你废了东郊冯家，怎么回事？陈哥，你有所不知，冯敬章的女儿对夫人动了手。什么？那个夏浅，她不是闹着要和你离婚吗？你就为了这么个女人动了冯家？她是我夫人。我知道她是你夫人，可那不也是名义上的吗？而那个冯家每年都给军中提供一大批免费物资，就这么弃了，损失未免有点太大了。他捐赠物资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，不是我。可是，行，我明白了。刚从战场上下来，有点累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行，好好休息吧。哎，不用送了。谁要送你？我回军区医院。哎，你回去找夫人去啊？你个见色忘义的！夫人出院了，通知我，我上门拜访。小心点。少帅对夫人好温柔哦，可惜他们过不了1个月就要离婚了。多谢少帅。少帅，我要休息了，恕不远送。我是你丈夫，你要送我去哪？是快要离婚的丈夫。那你还没离婚呢。
你干什么？没离婚当然要睡在一起。你想得美！少帅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您这是被夫人赶出来了？什么叫我被赶出来？这是本帅的府上。是。没想到向来手一把的少帅也有会被人拿捏的一天。夫人厉害呀！夫人，张副官，这是忙活什么呢？是这样，夫人，二爷萧一鸣和少帅的好友陆上校要来府里做客，少帅正在吩咐我安排宴席。二爷要来？他要来，你高兴什么？二爷可是西城数一数二的人物，曲儿又唱得那么好听，他要来，我自然高兴。张副官，还有一位是谁？是我。夏锦，自演武大会一别，好久不见。嫂子，我是燕州的兄弟陆晨。陆晨，我记得小说里沈燕州最后遭遇背叛，险些出事，而背叛他的那个人似乎跟他很亲近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提防一下这个陆晨。夫人不会不欢迎我吧？怎么会？这样，今天我亲自下厨，好好招待二位。府上又不是没有下人，何必你亲自下厨？少帅懂不懂待客之道？贵客自然有贵客的待遇。我从来没见过夫人亲自下厨。二爷和陆上校今日有口福了。是吗？夫人也没给少帅做过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我还是头一次见少帅吃瘪，有趣有趣。夫人，这些食材真的能做出来大餐吗？且看我大显身手。这都什么菜啊？我居然从来没见过。这个叫奶茶，是上好的茶叶与牛乳熬制；这个是披萨，这个是炸鸡，这些通通都是夫人的秘制菜肴，味道可棒了。我这个守旧派的人还是第一次见这些新鲜玩意儿呢。夫人，这些菜肴你都是在哪儿学的？这可是秘方，不能随便跟你交代。在现代天天吃，见多就会了呗。好啦，大家别客气，快尝尝，留下。这茶怎么是白色的？不会有毒吧？有毒也得喝，这可是少帅夫人给的。天哪，好好喝！天哪，这也太好喝了吧！甜而不腻，回味无穷，这也太好喝了吧！口感独特，回味无穷啊！好喝。夫人，再给我来一杯。别急，还有呢。我也要。大家尝尝吃的，别客气。这炸鸡太好吃了，这饼也好吃。把他们杯子里的饮品通通换成酒。是。我们大家一起干一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夫人，这奶茶怎么还醉人呢？哎，再给我来一杯。怎么都倒了？我茶里也没下药啊！你干什么啊？你当着我的面还跟别的男人献殷勤，你好大胆子！我们可还没离婚。怎么，少帅吃醋了，不想离婚了？我。
夫人，我们今天去买什么啊？天要转凉了，去买点御寒的衣服，免得我被你们少帅休了以后冻死街头。您又说笑了，少帅才舍不得跟您离婚呢。而且依我看，您这是担心少帅在军营里会冷，要给他准备衣服吧？就你聪明。该死的夏季，要不是因为你，表哥怎么会3番5次的教训我？我爸又怎么会被降职警告？你既然敢如此对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秦少，把天官带了。打个牌也这么倒霉，一晚上输光了100大洋。秦大少，骆大小姐，看你这副样子，最近过得不太好吧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还不是因为你那个表哥沈彦洲，自从上次那件事情之后，就处处打压我，还把我手给打伤，我打个牌都不打一手。上次的事情跟我表哥可没什么关系，纯粹是夏季这个贱人。这个臭婊子，我迟早。骆世琴，你到底来干嘛的？当然是来助你一臂之力。这个药会让人瞬间失去知觉，只要你把它用到夏锦身上，到时候你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当然，如果秦大少不敢的话，就当我没来过。等等，好哎，好哎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夫人，我不是故意冒昧呢。哎，难道沈彦洲真的受伤了？殿下，督军府你可知道在哪儿？知道是知道，但那是少帅办公的地方，没有少帅的准许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。我过去一趟，你先回去。哎，夫人，跑马车，去督军府。哎，好嘞。夫人，师傅，麻烦快一点。好的，夫人，我带你抄个近路。师傅，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！醒了。秦浩宇，也是你伪造沈彦洲受伤的消息，然后让包头透露给我。夏姐，我发现你比以前真的是聪明很多哎。伪造军方消息，你就不怕沈彦洲枪毙你？我怕呀，但是我相信，也不会让少帅知道今晚的事儿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夕阳晚，能拍相片。你不会想让少帅看到你现在这副下贱的样子。你找死！你给我下药了？是啊，不下药怎么能玩得尽兴呢？秦浩宇，你要是敢碰我，沈彦洲不会放过你的。别给我提那个什么沈彦洲！当初明明是你勾引了我，结果那沈彦洲因为你，处处打压我，处处不让我好过。你说，这笔账是不是应该算在你的头上啊？原来沈彦洲没有不相信我，我就不明白了。我好歹也是华国大少爷，西城数一数二的人，我哪里比沈彦洲差？啊！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，你连他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！贱人！你说我比不上沈彦洲，现在就睡了。我要看看，谁还敢说我比不上沈彦洲？滚开！老子今天就要睡了。秦浩宇，你今天要是敢碰我，
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只要你放了我，我保证沈燕州从今往后不会再找你麻烦的。夏姐，要是在以前，我说不定就放过你了。但刚刚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什么叫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你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，我今天要定你！夏姐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。不好啊，表哥出事儿了！我刚才路过成衣铺那边的巷子，我发现围了好多人，我一时好奇就过去看了一下，结果我发现，你有话就说，没话就滚回骆家。表哥，我说，我看到夏瑾跟秦大少在一起，而且两个人衣衫不整的。你说什么？表哥，你先别太着急，这万一是有误会呢？备车，是。哎，夏姐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次还会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。夏瑾他怎么会这样？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做这种苟且之事！不对，放开我！怎么会这样？秦昊宇这个废物居然没有得手！小姐，安昭，我在。我带你回去啊！爸，张副官，烽火现场，今天伤害我夫人的人，一个都不要放过。是。沈彦昭，阿姐，再撑撑，我再想办法。我好热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你帮帮我。不行，夏姐，现在不清醒，不能趁人之危。趁人之危？我是你夫人。我，还是说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少帅还在惦记离婚的事情？好，你有种，大不了我去找别人。不可能，你是我的夫人。少帅，还难受吗？少帅昨晚都照顾了我一晚上，我哪里还敢难受啊？不愧是小说男主，昨晚都那样了，居然还能忍住不碰，好一个正人君子！帮帮我，好不好？阿姐，再等等。昨晚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并非没有警惕之心的人，怎么会进了秦昊宇的圈套？啊，我一时不察，中了他的计。什么一时不察？明明是他们拿少帅来设计您，您是因为关心少帅才中了计。怎么回事？昨天夫人带我去给您买过冬的衣物，路上撞到一卖报少年，那少年拿了一张密报，上面说您身受重伤，生死不明。夫人看到之后脸都吓白了，二话不说就要去督军府找您，这才出了事儿。你是因为担心我？再怎么说，你也是我名义上的夫君，我担心你只是……抱歉，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。少帅，秦昊宇企图迫害夫人，已经抓捕。
我会去明一堂，你好好休息。少帅，秦浩宇不是这件事情的主谋。你知道谁是主谋？陆世清。洛小姐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件事儿，我定会给你个交代。你怎么都不问问我为什么怀疑她？她可是你表妹。我信你。照顾好夫人。是。嘴上说着要离婚，结果又处处护着我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让沈月都来见我，我信他敢动我。听说你要见我，沈彦州，你敢对我严刑逼供，我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区区一个银行的行长，你觉得我会放你眼里？把你知道的事情经过全部告诉我，我留你个全尸。事情的经过，结果这种看上了你夫人，我不急就一样，我抢上了她。你夫人的死真是妙不可言，怪不得你堂堂少帅居然这么维护他。相信少帅，你找死！我就是挑衅的。我爹虽然只是个银行行长，但他的背后可是大司令。他沈彦州敢动我，他们就不会放过他。少帅，需不需要我去打探一下大司令的消息？这个秦浩宇的父亲，如果真的跟大司令有联系，我父亲肯定会对你不利。那就连他父亲一起做。卖报卖报！华国银行秦大少对少帅夫人不敬，被当场处决。陆将军救你无言，为师此离间。卖报卖报！这个秦大少真是活该，少帅的处决真是大快人心。不过夫人，少帅居然为了您也削了骆老爷的职呢，可见您在他心里定然是第一位。你错了，身为一方统帅，少帅应当以民为先。如果不是骆家挟恩以报，还贪心不足，沈彦州未必会下一刀。但就是这样聪明又有魄力的男人，才值得我喜欢。围猎比赛，我记得书里写过，这场围猎比赛二爷身受重负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留在宿营，直接导致沈彦州失去了所保的武力。不行，沈彦州因为我处决了秦浩宇，又贬了骆凌天的职，势必会引发不满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二爷绝对不能再出事了。对了，宁夏，你再派个人去梨园给二爷带句话，就说有人要对他不利，让他在围猎场上要格外小心。是夫人。另外，再备辆车，我要去趟督军府。是。彦州，骆家再怎么说也是当年跟随大帅立下过汗马功劳的，你现在就这么削了骆将军的职，万一引起其他老将不满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不可能永远。好，我没别的事儿了。最近军营有点风吹草动，我去看看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来给少帅送饭。这么体贴，哎，做了什么好吃的？有没有上次那个炸鸡？有啊。还是上次那个味儿，太好吃了。想吃，让你自己家佣人做去。齁死你得了！去，哎，嫂子，我军营里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好。走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新式糕点，叫蛋挞，你快尝尝。你今天有事找我？少帅还真是料事如神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明天城郊有一场围猎比赛，我也想去。围猎比赛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那你陪我去嘛，只要你在，我肯定不会有危险。少帅，吃人嘴短哦。我这还没吃呢。那你现在吃了。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你好好吃饭哦。朝暮阴处，日转复丧。二爷，少帅夫人托人带话说，让您参加围猎的时候务必要多加小心，似乎有人想对您不利。你看我要不要多加派些人手？上次演武大会，我就看出来了，有人想继我的位。不下点血本，鱼儿怎么会上钩呢？鱼儿，您说的鱼儿是洛阳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去参加围猎比赛。爸，我都在家憋了半个多月了，你就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嘛。玩儿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吗？你不就是打听到少帅也会去，所以你要想尽办法的去套近乎。那又怎么样？爸，当初可是你让我去跟表哥联络感情的，你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我是为了跟少帅结亲，可如今少帅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他对你不感兴趣，你非要凑过去干什么？爸，就是因为你总是这样，一推再推，多催人让，表哥才会觉得你是个软柿子，才会革了你的职。说什么？我又没说错。爸，我这也是为了你，为了咱们洛家以后好呀。爸，我这次去只是去讨好表哥一下，我绝对不做多余的事情。赶紧滚！谢谢爸。明天围猎场按计划进行，如果那位没死，就及时终止计划，千万不要让小姐牵扯进来。明白。嚯，夫人今天这身打扮可谓是英姿飒爽啊！陆上校也依旧英俊潇洒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以为我想来？要不是今天张副官临时有事儿，我才懒得给你们当司机呢。表哥，表哥，有事吗？你们是不是要去围猎场啊？我也准备去参加围猎，要不然我们一起？我车上没你的位置。我可以自己开车的，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开车了。我当时来干什么？原来是来显摆了。表嫂，我没有其他什么意思，只不过我们去围猎场的路程太远，你又不会开车，你跟我表哥坐在后排一路颠簸，会很辛苦的。哦，这次学聪明了，知道从少帅身上下手吧？不过这就不劳烦你费心了，
你表哥要是觉得颠簸，我可以开车载他去。你开车载他？你会开车？开车而已，很难吗？夏锦，你没必要处处都这么逞强吧？开车是需要技术的。听你这口气，你会开车？我当然会开车了，我可是在国外学了半年就可以熟练驾驶了。半年？就这点东西，你要半年才学会？表妹，我建议你去医院查查脑子，或者查查有没有什么肢体不协调之类的病。夏锦，夏锦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阴阳我？你怕是连车都没碰过吧？我会开车的时候，你还没认字儿呢。你会开车？哈哈，你别搞笑了。你嫁进这少帅府这么多年，我可一次都没有见过你开车。那是因为之前都是少帅陪我坐在后排，不需要我开车呀。那照你的意思来说，你不还是没有开过车吗？像你这种从来都没有碰过车的人，还大言不惭说自己会开车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看你真是坐井观天，以为自己留个洋就成什么稀世珍宝了。你那些引以为傲的技能，在我这儿根本不值一提。不值一提，夏锦，你要不要太猖狂了？那好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说自己会开车，不如我们比试一番喽。正好这里有2辆车，我们一人1辆，谁先到达围猎场，就算谁赢。我为什么要跟你比？有什么好处？你如果是赢了，我今天一天给你端茶倒水，做丫鬟；但如果你输了，今天一天你都不允许靠近我表哥一步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幸亏之前学的是手动挡，要不然这车还真不一定开。夏锦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这车可不是那么好开的。你现在滚下来认输，还不算丢人现眼。不好意思啊，手伤了。夏锦，你这个小贱人！罗小姐，再不出发可就追不上了。怎么可能？就算他会开车又怎么样？到城郊的路程那么远，就算我让他半个小时，他也追不上我。少帅看我干什么呀？你想，夫人到底有多少事是瞒着我的？这些都是无意间学会的。无意间学？你跟我说，如果现在跟沈彦舟坦白我是穿越过来的，恐怕会吓到他吧。还是再等等。洛小姐好，陆上校好。我们先到了，我就知道夏锦怎么能比得上我的车技？未必吧？什么未必？这事实不已经摆在眼前了吗？就是我赢了，夏锦，你一定要好好羞辱他一番。洛小姐，这是要羞辱谁呀？洛小姐怎么现在才来？我还以为你把陆上校给拐跑了呢。不可能，我一路上都是用的最高速度。你一个没碰过车的人，怎么可能比我快？一定是你使了手段。就你那点本事，我们用得着耍手？表哥，表妹，要记得我们的赌约哦。今天天气有点热，记得帮我和你表哥备好茶水。夏锦，咦，夏锦、彦舟，你们也来了？
二爷好呀，我们在家无聊，刚好带着少帅出来玩玩。哎，少帅居然也来了，他平时都不参加这种活动的呀。你没听见吗？少帅是被夫人叫来的，不知道是哪个鳖孙造谣说他们关系不和。见过少帅，见过夫人。早就听闻少帅和少帅夫人郎才女貌，如今看来，传闻不假。这都中午了，围猎什么时候开始？夫人，请吧。走。这夏姐，我不会让你一直这么得意。贱人，贱人！陆小姐，陆小姐，陆上校一直跟着我干什么？不去捧夏姐那个脸的臭脚！你好歹是大帅部下的千金，真要冷落了你，对军中可没好处。你留在这儿就是为了看我笑话的吗？燕郊将你父亲降职这件事儿，我并不十分赞同。在我看来，因为一个女人而影响自己在军中的威名，这是意气用事。没错，都是夏姐那个小贱人迷惑我表哥，否则我表哥怎么会这么不明智？陆小姐，要想对付一个人，就要快、准、狠，只会成嘴上功夫，就算赢了又能怎么样？话我就说到这儿了，该怎么做，陆小姐自己考虑。今天这场围猎会很精彩，我先走一步了。这个陆晨到底什么意思？围猎？他难道是在暗示我，在围猎的时候动手脚？少帅，休息会儿吧。陆小姐好。你叫阿祥是吧？在我表哥身边待了有1年了吧？是的，罗小姐。想要这个吗？罗小姐，这是只要你帮我一个小忙，这根金条就是你的。什么忙啊？这是我亲手做的点心，你把这份点心送到我表哥那儿。只是弄个点心，你怎么不自己去呢？我讨厌那个夏姐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别这么多废话，你就说做不做吧，不做我找别人去了。我做。这个陆世清居然敢在枪上做手脚，看来是想置我于死地。养你啊！小心！夫人小心！小心！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马受惊了，有没有伤到？我没事。该死的夏姐，凭什么你走到哪儿都是众星捧月？今天这场围猎比赛，我让你站进来，躺着出去。我还是不放心，你把这把枪拿着。看来少帅还是对我的枪法不放心。我早就说了，有些人压根就不识货，不如考虑考虑我，我识货。二爷，知道了，你之后小心点。看，一路出来了。夏姐，那把勃朗宁已经被我拿到手上，只要你一拿起，好，你们看，少夫人又中了，这相当于打移动靶。少帅夫人的枪法太厉害了啊！
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我明明已经……好枪法，在下真是甘拜下风。二爷，有人要刺杀你！封锁围猎场，来人，配合二爷调查凶手。一经查获，杀无赦。是。怎么会突然有人行刺二爷？完了！如果让表哥查到我在夏瑾的枪上动了手脚，他一定会杀了我。洛小姐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二爷刚刚下令封锁围猎场，不许任何人来探。洛小姐就这么着急走，难道是做贼心虚？谁做贼心虚了？你没有，那你为什么要对我的枪做手脚？要不是我提前察觉处理了枪，恐怕二爷刚才就没命。还是说，你跟刚才刺杀二爷的刺客是一伙的？你想谋害二爷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害二爷？那你就是承认对我的枪做手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在少夫人的枪上动了手脚，他干什么呀？不管要干什么，这都是在杀人。要不是少帅夫人机敏，现在恐怕不是死的他，就是二爷了。这个洛世琴真是恶毒至极。我没有，你们这些蠢货凭什么污蔑我？把人带上来。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我说，是表小姐，是她给了我一根金条，让我给少帅送东西。哎，我回来的时候看见她对夫人的手枪做了手脚。我没有，西城有那么多根金条，你凭什么说这个是我的？表小姐，这明明就是你给的金条，你怎么不承认呢？这上面有西城金铺的记号，是不是洛小姐的？回去问一下老板便知。洛小姐，小我自认没有得罪过洛家，你为何要害我？我没有，二爷，我没有要害你，刺杀你的人不是我安排的。够了，没想害我，可你却在我的围猎场上动手脚。你说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二爷，二爷，慢着！兄弟，手下留情！爸，救我！我去！多谢二爷手下留情。刚刚那枪走火了，下一枪就没那么好运了。二爷，今天这件事情，我陆林天一定会给诸位一个交代，还望诸位手下留情，饶我小女一命啊！洛老，刚刚我萧二差点命丧黄泉，您一句给我一个交代，就想把我打发了，未免也太过敷衍了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二爷，少帅，我今日断了小女一条手臂，如果她再犯，我一定会亲手取了她的性命。来人啊，带小姐回去。慢着，就这么放了他，我为你太骗他。断了他一条手臂，可未必断得了他的眼睛。夫人，我知道小女曾经多次冒犯您，您今天怎么处置她，我都认。只求您看在我跟您父亲曾经是战友的份上，留小女一命啊！我父亲是我跟夏将军曾一同追随大帅征战西南，是生死与共的战友。看来骆将军还记得自己曾经是为国征战的将士，一个人人敬仰的英雄。可如今却拿过往的功绩来当遮羞布，掩盖女儿犯下的错误，不会觉得羞耻吗？
骆将军，我不是在逼问你，只是在提醒你，别等到一无所有的那一天才后悔莫及呀。多谢少帅夫人，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管教我这个女儿。我早就警告过你，让你别动那个夏姐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，谁知道会有人去刺杀二爷？够了，这事不许再提。以后无论是那个少帅还是那个夏天，你给我离他们远一点。凭什么？爸，如果不是夏姐这个贱人，表哥现在早就跟我在一起了。我才应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少帅夫人。夏姐她这个土包子，她根本就配不上我表哥。配不配得上是你说了算吗？骆世琴，你是非要把骆家毁了你才甘心吗？啊！爸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呀？我们和沈家是亲戚，就算是我做的再过分，我表哥也不会真的对我们怎么样。给我闭嘴！他不想杀我们，不代表不会对我们不满。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，骆家所有的势力都被沈彦州给架空了。如果你再作死，骆家迟早会让你弄得家破人亡。不可能，我表哥不会这么无情的。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，而且你和大帅交情那么深，就算他再不喜欢我，也会给你留情面。真是个蠢货呀！你到现在还看不清楚形势吗？大帅已经死了，现在那个夏浅才是沈彦州身边的红人。你看着吧，要不了多久，那个夏老三也会跟着水涨船高，彻底的取代我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给我好好的反省反省，不许再走出那个房门半步！爸，夏姐她爹夏老三，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，他凭什么把我爸踩在脚底下？我不会让夏姐一家好过的。夏姐，今天多亏了你，否则我就算不死也是个残废了。二爷客气了，以你的身手，躲过一颗子弹不是问题。但因为有你的那一枪，我才倍感心安。想感谢的话，就拿出点诚意，别只是嘴上说说。我当然会拿出诚意。夏姐，你什么时候来梨园？我好好招待你。他没空。我倒是可以。我请的是少帅夫人，又不是少帅。夫人是我的夫人，二爷请我的人，我自然可以来。可我听说少帅不是早就打算跟夫人离婚吗？离婚书都写了好几份，还上了报纸呢。没想到堂堂二爷居然轻易的听信报纸上那些胡编乱造的事儿。啊，可能是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。先生，你说谁老男人呢？我不过只比你大3岁，加起来比阿锦大6年。你，哎呀，行了，你俩幼不幼稚啊？萧二爷，你也是刚经历了生死大关的人，能不能有点危机感？这件事还用想吗？肯定跟骆家脱不了干系，否则骆凌天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赶到？我怎么记得陆上相在围猎场外面安排了人手巡查，怎么什么都没有查到啊？我是安排了巡查的人，但是没有任何人向我汇报异常。这样看来，有可能是围猎场的人跟你们的人里应外合了。我这就回去好好审问一下今天带过来的人。那我也先回去了。夏锦，今天的救命之恩，我萧一鸣牢记在心。今后若有需要帮忙的，只管来梨园找我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少帅，
进去吧。少帅对夫人可真好啊！那是因为夫人值得。虽然今天我没去围猎场，但听回来的公子哥说啊，咱们夫人今日在围猎场上是大杀四方，一举拿下了围猎比赛第1名。哎，如此优秀又貌美的夫人，这少帅能不宠吗？你最开始不是不喜欢夫人吗？怎么现在一副夫人天下第一的样子？那是因为那个时候夫人闹着要和少帅离婚，现在夫人和少帅的感情这么好，我也高兴。是，你最忠心耿耿。骆家那边我已经派人盯着了，但恐怕陆世行不会轻易罢休。今后的日子要格外小心。这么担心我，那还离不离婚了？眼下局势动荡，离婚对你没好。那就是说不离了？那就是说不离了？喂，我是夏小芬，我回去了。少帅，夏将军来电话了。我父亲。夏将军该不会是给骆家来说情了吧？喂，爸。乖女儿，听说今天那个新入的老痞威胁你，妈的巴子的，这老东西真不要脸！老子出手是他带有，当初南下打仗，要不是他多后腿，老子还多少几个倭寇呢！看来我这个爸还是个性情中人。你再听吧，乖女儿。啊，别管那个新入的说什么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一枪崩了他，老子替你撑腰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爸，我没有受委屈，也没有看在你的面子上就给他好脸色。那就好。女儿啊，你在少帅府过得还好吗？我过得挺好的，少帅对我很好。他要是对你不好，你一定回来找爸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爸。原来这就是有父亲的感觉，还挺不错的。夫人，您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你是不是许久没有回过门了？好像是挺久了。张副官在。备厚礼，明天准备让夫人回门。是，那我去给夫人备车。不必了，坐我的车回去。明天我陪夫人一起。你要跟我一起回去？可是你不是还有很多公务要忙吗？都没你重要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回去一趟也好。我那个爸是个大老粗，继母却不是个好东西，尽早把他处理掉，才能免得后顾之忧。不够啊！你确定这些东西够吗？少帅，清末的皇帝结婚也没这么大排场。重要的不是排场，重要的是心意。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回门礼啊？这些都是你给我准备的回门礼。夫人，就这么多，少帅还嫌不够呢。少帅，这就是普通的回门，没必要这么夸张的。不行，我再去库房挑几样东西，你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到啊。哎，少帅真是越来越有宠妻狂魔的风范了。
张副官，我们先走吧。是。夫人，到了。夏将军在经营里，这会儿正往回赶呢。知道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是。正好，先会会我那位继母。大小姐回门了，夫人要出去迎接吗？迎接？她有这么大的脸吗？买份报纸吧，最新消息，少帅与夏氏要离婚了。什么？消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夫人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那个夏锦最近正张罗着回娘家呢。不过夏将军这么疼爱女儿，如果被他知道了，肯定会找少帅讨要个说法。这说不定到时候少帅就不离婚了。回放。好不容易把夏锦这个死丫头塞到了少帅身边，绝不能让她这么轻易的被休了。那夫人的意思是，当然是好好给她个下马威。继母这是要给谁个下马威呀？你怎么回来了？继母怎么忘了？这里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哼，一个人空着手灰溜溜的回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被夫家休了，回娘家寻求庇护呢。谁告诉你我是一个人回来的？哈哈，还带了一个下人。少帅的贴身副官也算下人，那继母又算个什么东西？还是说你眼睛长到天上去了，连少帅都不放在眼里？你可别胡说，我怎么可能看不起少帅？这个夏锦嘴皮子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我这还不是看你连个回门礼都没带回来，传出去让人笑话。我身为你的母亲，说你两句难道不应该吗？别张嘴闭嘴的叫母亲，我生母已经去世了，你算哪门子母亲？我说小姐，夫人再怎么说也是你名义上的母亲，你在外边受了气，你不能回来朝夫人发火吧？受气？我受什么气了？外边谁不知道，你马上要被少帅休了，一个下堂妇居然还这么嚣张！春兰，夏姐，你打春兰干什么？自然是他该打。夫人，奴婢从8岁起便开始服侍你，一心为你着想，从不敢有二心，却没想到现在被小姐虐打，你要替我做主呀！夫人，夏姐，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你竟敢对我的丫鬟动手，你眼里还有我这母亲吗？自然是没有。你好一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！我和老爷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就换来你如此不知尊卑。我今天就去老家好好教训你一下。下，少帅夫人是你动。少帅夫人，她就要马上被休了，算什么少帅夫人？少帅和夫人恩爱有加，从哪儿听的谣言？我明白了，哦，你一定是夏锦花钱雇来撑场子的吧？他如果真的跟少帅关系这么好，怎么不见少帅跟他一起回来？少帅府家财万贯，怎么可能什么东西都不让他带回来？分明就是要被休了！你什么你？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他不可！我倒是要看今天谁敢动。我今天倒是要看谁敢动夫人。少帅，金条、王律玉符、上天玉如意、千年人参、康乾四品，这些都是……这些虽然是我为夫人准备的回门礼，不过刚才夏夫人是要对我的夫人动手。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！我疼爱小静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打他？刚才那样只是想吓唬他而已。是吗？那我也吓吓岳母。岳母可不要生气。
少帅，你可别开这种玩笑！该死的，都怪那份宝石让我以为小姐一点都不受宠。小姐呢？刚才都是母亲说话大声了点，那个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！继母这脸变得比唱戏的都快，可惜了，我父亲今天带来的东西都是给我爹的，没有你的份儿。少帅，小姐她被宠坏了，有点事就耍性子，你千万不要听她的。夏将军年纪大了，现在还坚守在前线，10年8个月都不回来一次，我这不也是想给他整点差点吗？夏夫人放心，这些东西我都会如数的交给夏将军。给我就是，给我就是，还真忙着呢。说了，这东西没你的份儿。你绑了钱了是不是？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的继母，你还想对我动手不成？我今天回来，一是为了探望我爹，二就是为了跟你算账。你在说什么？算什么账？算什么账？你心里清楚的很。小时候，你勾结算命的给我算命，说我命格不好，跟家里相克，然后把我关进柴房，一关就是10几年。之后，更是趁着我爹不在，对我非打即骂，日日虐我。现在你还有脸问我要钱？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对你非打即骂了？原来他受过这么多的苦。你当然不会亲自动手，你会找其他人动手，比如你的丫鬟翠兰。小时候我在井边打水，是你把我推下去的吧？因为你主子嫌我在府上碍眼，想让我死。简直太恶毒了！有些人鸠占鹊巢也就罢了，竟然还要残害人家的孩子，这要让夏将军知道了，非得帮了他皮！你胡说！我可没有！妈的棒子！好你功夫，居然这么欺负我女儿！妈了个巴子的！好你功夫，居然这么欺负我女儿！没有啊，老爷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功夫，我这些年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这么对待我的静儿！我没有。看来岳母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了。来人，把人给我带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。给老子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夫人她容不下小姐，所以呀，从小就对小姐非打即骂，还多次置她于死地呢。我没有，建弟，这些年我待你不薄，你竟然把我灭回去！对我不薄，当初要不是你拿我的家人威胁我，我怎么会帮你做那么害人的事情？那些年，你总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，怕老爷不同意，你还3番2次的害死小姐。有一次你拿鞭子，差点把小姐打死。不信，你看那小姐胳膊上，现在还有伤疤呢。混账东西！你简直找死！还不藏在手心里的宝贝，你竟然敢这么对待他！我怎么杀你！老爷，我知道错了，老爷你杀了我这一回吧，老爷。让你这个屠夫继续逍遥自在，你做梦！爹，这个时代不能随便杀人了。小姐，没事的，爸，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嘛。再说了，有您这么好的爹，我早就没有什么怨气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屠夫给我狠狠打一顿，然后放进军法所，军法处置。还有那个贱婢，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！放了我吧，老爷！我改了，老爷，放了我！都怪你眼瞎，害你吃了这么多的苦。你说说你，怎么一次也没跟爸说过？没事的，爸，都过去了。我听说你对我女儿很不满意，
夏将军，谣言不可信。是谣言最好。你要是敢对他不好，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让你这个小兔崽子付出代价。是，岳父。哎呀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多住2天再走。我在后山建了个温泉池子，你们2个正好去玩一玩，放松放松。好。负责看守的是小时候给你定的那个娃娃亲对象，叫张默，他们母子还惦记着你呢，正好去看看。娃娃亲对象啊，好的，我知道了吧。那我先去忙了，你们年轻人玩吧。娃娃亲，关系很好。这我怎么知道？小说里可没有写过这个夏景的过往啊。这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，我都记不得了。至于什么娃娃亲，肯定是我爹瞎讲的。是。小锦，小锦，他就是我爸口中的张默了，你得小心点，不能露馅。小锦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现在变得好漂亮。你也是，男大18变，我都认不出你了。这人是？他是少帅沈彦州，我丈夫。原来是你，我知道你，就是你娶了小锦过门，却不珍惜她，还在外面养了别的女人。你这种人就该遭天打雷劈。我没有在外面养别的女人，就算没有，你让你的那些追求者在小锦面前炫耀，也不是大丈夫所为。之前是我不对，以后不会让阿锦再受委屈了。小锦，像他这样有权有势的男人，说的话都不可信。大家都说你在少帅府里不受宠爱，你要是想回来，我随时等你。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你说不会就不会啊？不会有那么一天。你说不会就不会啊？哎，你说话归说话，掏什么枪啊？好了好了，张默，我们想在这山庄玩玩，你帮我们带路吧。好。这么高兴，你喜欢呢？少帅，这是吃醋了？知道了，就不要再惹我。嗯。妈，你说我是不是没有机会了？本来也没什么机会。妈，不过现在的小锦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若是以前，我还能追一追，但现在我确实配不上。这胸肌，这腹肌，简直绝了！都不再煽情。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。这里应该还有其他的温泉，我去找张默看看。那个张默，你很看重吗？张默母子心地善良，是很好的人。啊，你喜欢他？喜欢又如何？不喜欢，说说又如何？多想今生浪迹天涯，直到遇见你，我心动了。你是一世在人间
金色的白鹤。小景，你这就要走了？那你要是不开心了，记得回来。我不会让他不开心的。张副官在，明天以我的名义登报，把夏老爷的军职提。是。这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怎么没有这个必要？免得总有人说我不待见夫人。卖报卖报！沈少帅宠妻无度，亲自提携老丈人军职，对少帅夫人情有独钟，宠爱有加。这个沈念舟还被我整出危机感来了。陈管家，你去打个电话，请夏姐来梨园看戏。是。守在我跟前做什么？今日清场，我只给少帅夫人一个人唱。你去门口看着，别让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闯进来。是，二爷。哎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这茶楼的环境不错，确实不错，确实不错。听说今天那个什么二爷要亲自唱戏，我们必须听一听，有什么厉害的？必须听一听，听一听。这位美女，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没有人陪你吗？真好，3个可以陪你啊！美女，让我陪你吧。八个，臭女人，打我们老大，你找死！八个，敢在我眼皮底下闹事，找死！敢在我眼皮底下闹事，找死！你就是二爷。二爷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今天是来看你唱戏的，还想和你交个朋友。二爷，这几个外国人之前就来找过你，我见他们心思不正，就把他们都给赶走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交朋友？他们刚才用你只手碰了你，一个右手。来人，把他们的手废了，丢出梨园。报告！二爷，眼下局势动荡，这么做会不会给你惹麻烦？我身为梨园主人，洋人在梨园调戏我西城同胞，要是连这点麻烦都怕，岂不是愧对祖宗？不愧是二爷。今天让你好好看一回戏。
这一封是信来得巧。二爷在台上的风采真是无人能及。哦，连少帅也比不上。二爷虽然有二爷的风采，但比不得少帅。小二，你当我是死了吗？拥抱空中世界上次围猎场的事情，你应该调查清楚了吧？骆世情那条手臂断得不远，确实不远。不过以骆世情的脑子，可想不出这种计策。二爷，这是有怀疑的对象了。你不是也有了？什么怀疑对象？少帅，我猜你很快就会知道答案。骆家那边现在怎么样了？骆凌天不念旧情，纵容骆世情散播我与夫人不和的谣言，我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。你们刚从夏将军那里回来，所以骆世情是想借着挑拨夏将军和你们的关系，来离间你们二人。骆世情把谣言传到继母耳朵里，以我继母的性子，必然会告诉父亲。父亲脾气冲，指不定就会和少帅起争执，最后影响我和少帅的关系。好一出离间计！不过要说骆世情背后没有高人指点，我是不信的。最后就要看他们会不会气急攻心，露出狐狸尾巴。爸，你找我？骆世情，老子的话你真当耳旁风了吗？爸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懂。我不啊！现在你还在跟我装无辜？沈彦州已经通知我了，让我立刻送你出国，否则骆家不保。什么？是你去撺掇那个夏老三的夫人，让他挑拨离间夏老三跟沈彦州的关系。你的脑袋是浆糊吗？连我都看得出来，沈彦州的眼里只有那个夏姐。你怎么就鬼迷心窍的想不通呢？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。他一个教训，你这是给了我一个教训。我陆林天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货？3日后，码头有一艘去米国的轮船，你给我滚去国外，永远不要再回来！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要出国，你不要把我送走。够了，这件事没得商量。妈，你快劝劝爸，我不想走，我不想离开你们。出什么事？惹得爸连女儿都不要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一禾，我的好儿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在这国外这么多年，都瘦了。妈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能照顾好自己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爸妈，刚听你们说要把妹妹送出国，再不把你这个好妹妹送出国，我们骆家迟早毁在她的手里。你妹妹再三挑唆少帅和夫人的关系，惹得少帅十分生气。先前已经撤了你爸的职位，现在更是下令让你爸送事情出国。哥，我以后会听话的。我不想出国，你快劝劝爸。不想出国，咱就不出国。开什么玩笑？不想他出去，
少帅那边怎么交代？啊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咱给他面子，他就是少帅；不给他面子，他在您这样长辈的面前就是一个毛头小子。你怕他做什么？你懂什么？这仗一天没打完，他就是一天的土皇帝。他是土皇帝，那咱们还是他的马前卒大将军呢。要是没有您当年在战场上的厮守，哪有他沈延昭的今天呢？闭嘴！不知道隔墙有耳吗？爸，事到如今你还没有看清楚。就算您再小心翼翼，少帅迟早会夺了您的权。妹妹这件事，他就是一个引子。好了，这件事没得商量。3日后送世情出国。妈，哥，这戏怎么还没唱完呀？我都听困了。困了，那我们回去。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毕竟也是二爷请我们来的，要是突然离场，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关系不好啊？沈彦舟，你分我下来！有我在，没人敢说夫人不是。你没说过去，谁没有过去一堆？谁记得硬去问？如没有撤退，其实已算。这少帅对夫人确实是没得说。我听说前几日他还命人从国外买了一枚价值万两黄金的戒指，就是送给夫人的。那又怎么了？你去把我阿母去世前留下的传家镯子拿出来，过2天送给夏雨。他没有烟火绚丽。哥，你刚才是什么意思？你能把我留下？爸年纪大了，难免瞻前顾后，有一些事情该到我们小辈出手。哥，你想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你告诉哥，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？还不是夏景林贱人，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蛊惑了表哥，表哥对他言听计从，处处欺负我。夏姐，夏老三那个老匹夫的女儿，哼，她就是一个没脑子的乡野村妇，你直接杀了就是，还用得着你这么大费周章去对付我？直接杀了他？不行，哥，我之前试过对他动手，但是他警惕性太高了，而且他的枪法似乎在我之上。我们骆家的女儿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妄自菲薄了？你可是在国外留过3年学的，见识跟学识哪一点不比得夏景强？在整个西城能配得上他沈延洲的，只有你骆世清。再说，就算你们最后没有走到一起，咱们骆家也得让他们知道，咱们骆家不是他们随意拿捏的软柿子。哥，你说的对，绝对不让夏姐那个贱人抢走表哥。敢挡我们的路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哥，你帮我找几个杀手，一定要枪法最顶级的那种。好，明天你去。我知道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丹青，月山香，歌舞升平。我是洛的朋友，他让我在这里等你。我是他妹妹。照片上的这个人，明天下午5点会到城东的成衣局取定制的成衣，你找准机会杀。
是少帅，少帅居然陪着夫人亲自来取衣服，这也太恩爱了吧！少帅，夫人我来取之前定制的衣服。啊，都准备好了，请夫人到后面的隔间里面试上一试。小红，给夫人带路。请。夫人这边请。好，走。少帅，请到沙发上稍作休息。那个小红啊，把我珍藏的大红袍给少帅斟上。少帅，小心烫啊！寂寞那许久，不敢独上九重楼，某段天涯一片舟，每逢把心满醉，爱恨难参透，不敢独上九重楼。天哪，这件旗袍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，几十位绣娘联手制作而成的，对人的身材还有气质都是非常讲究的。这夫人穿上也太惊艳了吧！少帅满意吗？倾国倾城。张副官，将这间成衣铺买下来，以后专门为夫人制作衣服。哎呦，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呀！是少帅买了你的铺子，你谢我做什么？哎，少帅买下这间铺子是为了夫人，所以我自然要多谢夫人呢。少帅，军营传来了一份降级电报，需你速回处理。我有点急事儿，回军营一趟，坐我车回去。好。夫人，衣服收拾好了，咱们也回吧。嗯，好。走。夫人请。二爷，好玩吗？你怎么认出我的？二爷常年唱戏耍枪，手上的茧子明显有特殊，很好辨认。不愧是你，坐我的车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会有危险。让少帅府的车打头阵，谨慎点总没错。好。快继续！快放下！下车！你在车上待着。二爷常年唱戏，应该练个功力。看起来真是了解我。500脚，倒入窗后，西面楼顶，北边2个阳台。枪声都是少女之枪。我狙击，你掩护。走，等下，走。小心！阿锦，阿锦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。军营那边没事吗？要是耽误了军情，你这个少帅肯定难辞其咎。夫人如果出什么事儿，我这个丈夫更加难辞其咎。跑！叫报账！快跑！
夏姐，夏姐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醒醒！我没事。夏姐，夏姐。沈彦州，沈彦州，沈彦州，少帅，少帅，夫人，夏姐。特大消息！特大消息！沈少帅昨晚遭遇枪杀，生死未明，西城即将大乱，大家都过来看看呀！给我一份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快给我一份，我一样。哎，好嘞，你稍等啊。沈彦州，你就这么爱他？为了他连命都不要。这两个人还真是，一个宁愿自己遭遇爆炸也要推开对方，一个更是不要命为对方挡枪，简直是视对方如命。本想把这传家镯子送给夏瑾当定情信物，现在看来送不出去了。二爷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少帅重伤病死的消息都传出去了。我知道了。有人来了，别担心了。沈彦州为人狡猾又命硬，这点枪伤要不了他的命。我怎么能不担心？医生说子弹穿过沈彦州整个胸膛，他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。现在可容不得你担心，少帅出事，外面大乱，你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凶手。凶手？我的人根据线索查到了骆诗晴，这件事儿跟他肯定脱不了关系。骆诗晴，又是他！张副官，不是蒋副官，带一队人马去骆家，就说骆小姐涉嫌昨晚的枪击案，把她押入大牢。要是沈彦州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他骆诗晴拿命换！是，老师。不，让我出去！我要出去！让我见我哥！我要见我哥！见人要等明天，现在给我老实点！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出去！找人暗杀少帅，这造牢待一辈子吧！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！哎，新来的，过来拜个码头。什么是拜码头？拜码头就是认老大。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老大，以后啊，你就叫他英姐，知道了吗？我没有犯错，不是我干的，我要出去。都到这儿了，就别惦记出去那点事儿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乖乖听话，不然的话，我弄死你！不是行，让人看见了。哥，哥，你终于来了，哥哥。诗晴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在里面待太久。你救我出去，我不想在这儿，我害怕，哥哥。没想到这个沈彦州，居然为了夏瑾走到今天这里。沈彦州他眼瞎。他不仅眼瞎，而且还愚蠢至极，居然为了一个毫无价值的女人放弃大业，这种早该下台了。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沈彦州重伤病死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西城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找人救你出去。哥，
我妹妹从小娇生惯养，还劳烦几位大哥行行好，给她单独安排一下。好说，走吧。哥，沈燕州，你要死了！沈燕州，眼王心下，早该有此下场了。如果你选择了我，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你出去，一定会把你和夏子狠狠踩在脚下。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，吃点东西吧。夫人不喂我吗？我这刚受伤，抬不起手来。少帅这是装上瘾啊！你的伤又不在手上。我虽然伤不在手上，但是我这一抬手吧，这伤口就痛。哎，啊！好，既然少帅都发话了，那我还敢不听吗？好吃吗？真是没眼看呐！这有些人刚刚处理了半个小时的公务，现在连吃饭的劲儿都没有了。张副官，你在这儿嘀咕啥呢？你俩别太过分了啊！外面凄凄惨惨，有人都在为少帅哭丧了，你俩倒好，在这度蜜月呢。二爷怎么来了？我可不像你们，我来当然是有正事。距离你受伤已经过去了3天，骆诗行背后的人露了外，就是他那个一直在国外的兄长陆一鹤。那边竟然派你来了，我也没想到，沈燕州最信任的人，关系最好的兄弟，竟然能干得出这种事情。为什么不能？人心叵测，说的就是我这种。我们这次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沈燕州，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真实情况我没有看到，但是我看过医院的用药记录。伤势很重，不如我们直接……我想要的是他身败名裂。那你想怎么做？好说，我要我做的那点事儿，沈燕昭能全部担下。有一个人能帮助我妹妹骆诗晴。你妹妹？3天前，你妹妹还能充当一下那个搅浑水的角色，可现在呢，沈燕州已经不信任她，她出来没有任何意义。这是我的条件。好，我会找人把她弄出来，但是你记住了，不要再让她惹是生非。除了这件事，最好能弄清楚沈燕州的伤势到底如何。我会想办法的。走得快点！哥，你跟他换下衣服，我带你离开这儿。哥，走。陆将军，知道您担心少帅，但医生说了，少帅现在不宜见人。燕州受伤这么多天一直不见好，别是医生不行吧？要不然就换个医生。你到底能不能行？少帅都已经躺在这里这么多天了，你竟然还跟我说这种情况很好？最近一直这样，沈夫人现在看谁都不顺眼。前2天还说是一个小伤口，现在又成肺气肿了。
过2天呢，是不是就成一个尸体了？陆上校，燕州的事儿暂且不提，军营那边都靠您了，至少要稳住军心。放心吧，替我安慰一下少夫人，少帅福大命大，会没事的。陆晨真的是叛徒吗？我希望不是。别想了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不是你的错。夫人这是在安慰我吗？未免也太没有诚意了。那怎么才算有诚意？你俩还有完没完？堂堂梨园二爷，你没什么事儿做吗？天天腻在我这干什么？我过来当然是因为夏季，难不成是因为你？好啦，别贫嘴了，二爷来了正好。那今晚就劳烦你照顾一下少帅了。他照顾他？若是前被抓，他哥哥绝对不会坐以待毙。再加上陆晨，我感觉今晚他们会有动作。少帅府那边我得回去盯着。少帅府那边张副狗就这么定了，你们俩可要好好相处哦。我不用你照顾。谁乐意照顾你？什么？哥，你竟然让我去沈延州办公室偷帅印！嘘，小点声。哥，我现在本来就应该在监狱，你不让我躲起来就算了，还让我光明正大去他办公室偷帅印。不用你偷出来，只是让你给几条文献盖上章。可那是帅印啊，除了少帅谁都不能动，否则就是枪毙的罪。妹妹，你忘了，你本就应该被枪毙了。事情，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。别说沈延州是因为你才受的重伤，生死不明，就算他能够醒过来，你以为他的性格能够放过你吗？还有，这次安排抓你的夏季，这意味着他在沈燕州眼里的地位无人能及。就凭你之前对夏季做的那些事，一旦你被抓，一定会被这生不如死。哥，我做。好妹妹，这个是陆晨勾结倭寇割让华光土地的证据。一旦拿到沈延州的帅印上，把它盖在文件上。好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有些人如果想有什么动作，应该就是这个时候。谁？沈念舟。到底放哪儿了？你怎么猜出来的？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我听到隔壁已经来人了，估计是想偷什么东西。
我想夫人。那你也不能在这个关头就……这样才仔细。怎么好像听见表哥和夏姐的声音啊？哎，不可能，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找到了！好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就能把沈燕州送上。原来陆晨早就已经计划谋反了，难怪之前总是有意无意跟我说夏锦的不好。世婷，这次的功劳你最大，你放心，等事情之后，哥一定好好讲一讲。哥，我还是有点害怕。表哥，哦，沈燕州他还是很聪明的，万一出了岔子，我们就都完了。他都已经快死了，还能出什么岔子？你就在这好好待着，我这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大司令。知道了，吩咐下去，公开审判。是。少帅，大司令府里来人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就转。少帅，有人举报你通敌叛国，我们奉大司令的命令通告你，7天后到法庭接受审判。这7天里，请你暂时到督军府暂住，无令不得外出。这是文书。不能住在少帅府吗？知道了，我跟夫人说2句话。好的，我们在外边等您。你们2个出去。事情都安排好了，就放心吧。这段时间我行动受限，你万事小心。你也是，一切小心。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。我们这件事情，我先放心对夫人说。好。至少一次飞舞，不会再坎坷，用我一生守候一个。夫人，二爷来了。沈燕州被带走了。大司令那边来人了，说让沈燕州去督军府禁足，7日后等待法庭审判。好事儿，至少没被抓进监狱去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？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你这么聪明，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吗？我觉得陆晨这个人手里不可能只有我们露出来的那点证据。不如你明天去督军府问问沈燕州，看看他有没有干别的伤天害理的事儿。我是觉得陆晨肯定还有后路。这半年来，米国一直蠢蠢欲动，万一他们趁虚而入，这个时候打进来，西城可真的要大乱了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少帅夫人除了你，谁也当不了。别的夫人都只想着在内宅里安稳度日，只有你是实实在在的心系天下。放心，一个小小的陆晨翻不了天，西城乱不了。这明天就要开审了，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大司令选择公开审判沈燕州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暗示。
你的意思是，大司令也想让沈彦州死？一个少帅当着全国人民的面站在被告席上，无论他清不清白，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，这些东西都会伴随着他一辈子。让这样的人带兵打仗，如何能够俘获军心？沈彦州废。这马上就要开庭了，真不敢相信呐！啊，你说少帅怎么能干这种拖地叛国的事儿呢？人心难测呀。那也未必呀，这结果还没出呢，对不对？万一少帅要是有啥难处呢？是不是？二人来了！陈管辖，都安排好了？放心吧，二爷，咱们的兄弟已经尽数埋伏在城中内外，随时准备策应。夫人，请吧。陆晨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什么为什么？沈彦州一直把你当亲兄弟对待，你却要在背后置他于死地。夫人，莫不是说笑了吧？我陆家满门死在战场上，只留了我一个独苗，没给我留什么兄弟。你会后悔的。我后不后悔不知道，夫人现在怕是自身难保了吧？听说你每天都去督军府给沈彦州送饭，事已成定局，与其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另寻出路。陆晨，沈彦州经常跟我提起你，他说你学业比他优秀，年少时性情也比他沉着。大帅在世时脾气暴躁，经常训他，若不是你从中调和，说不定他早就被打死了。在他眼里，一直视你为兄长。陆晨，现在回头，说不定还来得及。我回头？回什么头？夏姐，你搞清楚，现在站在被告席上的是沈彦州，是他通敌叛国。从今天过后，再无他沈彦州。进去吧。肃静！大司令内有要事，命我来主持审判，把人带上来。陆城举报沈彦州与敌国暗中勾结，贩卖军情，操纵西城商会，这次案件正式开庭。沈彦州，陆城对你的指控，你可承认？绝无此事。他沈彦州是什么人？没有证据，自然不会认罪。陆城，你既然指控沈彦州通敌叛国，有证据啊？当然有。二爷联合沈彦州通敌叛国，把铁路贸易无偿让给了外国人，这些照片就是证据。原来那3个外国人是陆晨故意安排的。沈彦州，你曾在梨园和3个外国人见过面，这件事你可承认？仅凭和几个外国友人的合照，就判我通敌叛国，这证据的力度不太够吧？仅凭几张照片，确实不足以证明沈少帅通敌叛国。你还有什么证据吗？确实，仅凭几张照片，确实不能说明什么。可是这些文件呢？沈少帅，这你该作何解释？
这些文件我已经提交给了大司令，想必大司令也已经看过了。这里边有沈彦州和米国人的信件往来，每个文件都有沈彦州的私章，这足以作为证据。这些文件都是英文，需要请一个专业翻译过来确认一下内容。我已经请了华国最顶尖的翻译家，大约5分钟之后就能到。好，那就等5分钟。不用等了。为什么不用等？夏姐，都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死鸭子嘴硬？你当众打断了张秘书的审判，不就是想拖延时间吗？你拖延时间？我是想告诉你们，想知道文件上的内容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，我可以现场翻译。就你，夏姐，这儿可是华国最高审判庭，你居然敢在这儿卖弄，说自己会翻译英语文件，你是想成为整个华国的笑柄吗？华国笑柄，在现代的时候，我动不动就出国比赛，英语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最简单的一门语言。不说话了，知道害怕了？这些文件里都是晦涩难懂的高级词汇，就算你听过几句洋文，也不可能看得懂。张秘书，这起案件与被告有密切关系的人应该避嫌才对，而且这份通敌叛国的文件词汇生涩，你还真以为你懂几句英文就是专业翻译了？生不生涩的，我翻译了不就知道了？我翻译了，你们就知道我懂不懂了。张秘书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夏婷从小就没上学念过书，华国文字10的几个都不知道，更何况这些洋文。这些文件您刚刚也都看过了，我所言不假，文件上的生涩词汇并非一般人能翻译的。不是说少帅夫人不学无术，是个草包吗？她还懂英语？就是，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不值一提，人家洛小姐、刘国阳都没这么说。夏姐，你还真是嚣张！我留洋3年都不敢这么大放厥词。留洋3年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那文件你来翻译好了。我来就我来，夏姐，给我听好了。又凯琳，你是凯丁吗 ？No, I'm serious。我是 serious。夏姐，你笑什么笑？夏姐，你笑什么笑？我笑你留洋3年，连最基础的单词都不认识。这上面写的是你在开玩笑吗？不，我很严肃。再往下是什么？你说啊，我就不信你都能看得懂。Hello Max, my name is 沈彦州。How are you？ 你好，麦克斯，我是沈彦州，进来可好？夏姐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我虽然没有那么精通英语，但好歹也在国外待了整整4年。你刚刚说的那些话，分明就是最常见的小学生对话。可是有人连最简单的小学生对话都翻译不出来。我呸！你得意什么？张秘书，这个夏婷藐视法规，无视法庭，应该立刻把他赶出去。来人！曹秘书，刚刚请的国际翻译到了。曹秘书，刚刚请的国际翻译到了。夏姐，你完了！现在国际翻译到场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！敢在最高庭审戏弄法官，看你今天怎么死！还请翻译官尽快翻译一下这些内容，好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服众于法。翻译官先生，还请尽快翻译一下这份文件。林先生，请你务必一字一句把上面沈彦州所犯的罪行公之于众。陆先生，你耍我？
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你蒙受少帅通敌卖国，十恶不赦，所以我才匆匆赶来，想要治他的罪。而在这个文件当中，都是小孩子对话。这不可能，这分明就是……过来，陆承东上校，军传相决。如果拿不出别的证据，那这场审判就……我还有证据，我还有证据。这是二爷和沈彦州暗中勾结，联合商会出口贸易，以及杀害华国银行行长儿子的证据。沈彦州这些行为无一不说明，他想一家独大，推翻大司令，自己做西城的总皇帝。你说沈彦州想推翻大司令，自己当西城的皇帝？没错。这少帅野心太大了吧？不会吧？我觉得少帅不是这种人啊。来人，把人给我抓住！干嘛？张秘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抓沈彦州，抓我们干什么？抓你这个叛徒！你被沈彦州收买了，你们就这么看着沈彦州当众收买通敌叛国，就这么无动于衷吗？你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一直敬仰的少帅，收买人心，通敌叛国，一手遮天。这样的人能守护西城的一方安宁吗？当然不能，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少帅。你被他收买，难道就不怕被大司令知道杀了你吗？说过，他就是。这是大司令身边的秘密手腕。真没想到少帅居然是当司令。是啊，其实挺低调的。居然少干嘛呀？不可能啊！沈少帅就是大司令。荒谬，简直是荒谬！沈彦州怎么可能是大司令？这不可能！押下去，终身监禁。至于骆家，通敌叛国，技术枪毙。好不，不！本以为万事俱备，结果我又失败了。我是情，你个白眼狼，不孝女！我骆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蠢货？沈彦州，你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去死吧！都给我去死！滚蛋！小心！自作孽不可活。司令，米国士兵侵犯我国边境，大肆胡开民进，下两将军请求支援。我华国地大物博，米国更是垂涎于地，如今更是露出獠牙，犯我疆土，杀我百姓。我宣布调集人手，全力支援夏将军，全面反击米国！反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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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出去行军打仗不用带这么多行李。沈彦州，
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你还打算离婚是吗？好，我明白了，离就离。阿锦，等我回来。放心，我会为你守住西城。出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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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诛。沈彦舟，欢迎回家。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？沈彦舟，其实我不是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沈彦舟这辈子唯一深爱的妻子。原来他早就知道我不是原来的夏姐了。你愿意与我共度余生吗？我愿意。 걸음을 함께 하자며 나란히 발맞추던 그댄 지금 어디에